我下定决心要重拾尊严，不再做那豪门赘婿的那人。岳母却面带笑意地对我说：“丽江叔，你若想和温以堂离婚，就得退还1000亿资产，净身出户。”她神态自若地把玩着琉璃珠子，笃定我必定不敢答应。然而就在下一秒，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马上签协议。”她顿时惊慌失措，琉璃珠子撒了一地。她问道：“留下孩子抚养权，从此永远不得与他们母子相见，你也能接受吗？”我再次果断地回答：“当然可以，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伯母，这不孩子马上要有新爹帮我接盘养吗？再说了，契约已到期，我也赚够了，不属于我的我也不打算要，我现在只想站着把钱挣了。”温母久久不语，最后长叹了口气道：“既然你执意要走，我就按约定送你去深造音乐，手续需要1周。至于离婚的事，你自己向温以堂提吧。”离开老宅后，我默默地拿出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温以堂满面桃花，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。儿子小杨拿着玩具，开心的手舞足蹈。讽刺的是，这照片上的男人不是我，而是温以堂的竹马钟离光。钟离光和温以堂都是豪门贵族，自幼便两小无猜，甚至成了彼此的初恋。然而，在20岁那年，钟离光出国与别的女人联谊，温以堂得知后几乎发疯，整天以泪洗面，魂不守舍。为了让女儿振作起来，温母找到了急需用钱的我，仅用500万就买下了我10年的人生，帮助温以堂回到了正轨。从那天起，温以堂身边忽然多了一个疯狂的追求者。他心情低落时，我会随时随地为他弹奏歌谣；他小病不断时，我会昼夜不分地守在床头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他。久而久之，他习惯了身边有个我，但始终没有开口同意。直到一次酒局上，富家公子以跨国项目为赌注，比谁喝酒喝得最多。为了解决温以堂的资金问题，我把自己喝到胃出血，不省人事地进了医院。那次是温以堂第一回为我而哭，他说：“丽江叔，我同意和你结婚了，我相信我们会有结果的。”而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天正是钟离光的大婚日子，圈子里都在传他亲吻妻子的照片。得知真相的我并未灰心，反而更认真地履行契约，入赘温家成为赘婿。结婚8年，我勤勤恳恳，还和温以堂生了孩子。小杨冠以温家之姓，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安稳，可最近突生变故，钟离光离婚后回到了国内。当天，温以堂第一时间赶去机场接他，为他接风洗尘，两人逐渐旧情复燃，联系越来越频繁。为了更快地挤走我，钟离光故意和温阳拉近关系，说尽我的各种坏话。此后，冷淡寡言的儿子亲密地叫钟离光爸爸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老婆亲手为钟离光做热乎乎的点心。我心里明白，自己在这个家已经彻底没了位置。不过，这一切已经无所谓了。1周后，我就能摆脱这个困了自己10年的地方，去完成远大的音乐抱负。我拟好离婚协议书，静静等着母子俩回来。半小时后，别墅大门被打开了，我闻声像往常一样将拖鞋摆放整齐，为他们整理衣物。我提前准备好饭菜，甚至把时间控制得刚刚好，以便两人能吃上最热乎的食物。我说：“入秋了，我炖了锅土鸡汤，你和小杨快趁热吃。”温以堂回到家后，和钟离光叙了会儿旧。吃过饭后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，眼睛从未从手机离开过，似乎正忙着发消息。一旁的温阳眉头紧皱，露出不耐烦的表情。他说：“怎么又是汤？我都说了要吃炸鸡。”我皱着眉道：“小杨吃太多炸鸡对身体不好。”他小嘴一句说道：“我不管，叔叔都带我吃了炸鸡，你根本就是抠门。”温阳将递过来的筷子一扔，说道：“怪不得都说你没用，又没钱又没本事，连个炸鸡都不做，你连叔叔一根毛都比不上，垃圾！”听着这些稚嫩而恶毒的话，我的心脏如同被钢针扎穿，泛起阵阵恶寒。不知道钟离光给温阳灌输了什么思想，才让他变得如此忘恩负义。我缓缓看向温以堂，然而对方的反应更为心寒。他说道：“小杨还小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温以堂只是瞟了一眼，不痛不痒地开口道：“小杨，别这么对你爸爸说话。”他翻了个白眼，说道：“我就说。”温阳做了个鬼脸，随即跑上了楼，说道：“连还嘴都不敢，果然是没用的废物。”霎时，一切照旧，硕大的客厅恢复死寂，水晶吊灯摇摇欲坠。我来到沙发坐了半晌，最后从茶几下面拿出离婚协议书。此时的温以堂仍旧盯着手机，一双蹙眉舒展开来，惬意又自在。不用说都知道，他是在和钟离光聊天，因为这份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结婚7年来都从未流露过的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将协议书摆在茶台上，只要签了字，我和温以堂就再无瓜葛，彻底解脱。我说道：“温以堂，我们离婚，我会净身出户。”我淡淡开口，仿佛茶余饭后的闲谈。他点头道，只是敷衍地应了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我说：“温阳也归你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”没问题就签字。他漫不经心地回复道：“我早已习惯，毕竟我这10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如今有了钟离光，他甚至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。”我将协议书递上去，温以堂也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只是在最后一笔忽然停顿了。我看过去，
才发现对方正望着屏幕傻笑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：“温以堂，你听到我在说什么事了吗？”他却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什么？”反应过来后，有些不耐烦地将名字签完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就说道：“不就是上次的集团慈善活动吗？以后这些事你自己签字就行了，干嘛老问我？”说完，他便起身回了房间，将门关得严严实实。看着温以堂离去的背影，我抽了抽嘴角。果然，他压根没有听到，也不在乎说了些什么。我付出10年的心血，可是最后换来的却是妻子的无视，儿子的轻蔑。不过好在一切很快就会结束，只需要7天，我就能彻底远走高飞。妻子、儿子还有所谓的家，我全都不要了。次日清晨，入秋的寒冷扑面而来。我一大早起来，枕边已经不见温以堂的身影。我随便弄了点早饭后，便赶往了第3医院。来到病床前，躺着的老人立马坐了起来，皱纹挤出欣喜。他问道：“丽江叔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笑道：“院长奶奶，我这次来是向你道别的。我刚刚拿到的100万尾款，全部递给了老人。我说我马上就要出国学音乐了，这100万是我最后捐给孤儿院的钱了。”他哽咽道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又拿钱了？”院长奶奶感动得泣不成声。我5岁时被他捡到，在孤儿院拉扯大。后来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艺术系，即将出国深造音乐。可因为一场恶疾，让院长急需50万救命钱。为了酬谢恩情，我倾尽10年人生换得手术款项，余下的钱财悉数用于重建孤儿院。他满心感激，却不知该如何回报。我宽慰他道：“奶奶，您别见外，等我学成归来，便不会再为钱财发愁。”他感慨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你出国深造乃是大好事，奶奶也替你开心。”院长突然像是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可是你若远赴国外，岂不是难以与妻儿相见？”我揉了揉肩膀，苦笑道：“见不到更好，省得烦心事缠身。”片刻后，察觉到他疑惑的眼神，我干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已经离婚了。”院长先是一愣，而后用手紧紧抱住我的头，喃喃道：“好好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以后记得对自己好点。”我回应道：“奶奶，一定会的。”离开医院后，我便急忙赶回，准备收拾东西，因为我已完成最后的事宜，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温家。仅仅几个小时，我便将自己的所有物品整理完毕，关于温以堂母子的一切也打包妥当。温以堂那些亲手雕刻的木雕、绘制的素描，以及照顾孩子时留下的婴儿用品，10年时光，我都在为这个家尽心尽力的付出。即便没有那契约，我也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。然而，这一切终究只是镜花水月。我最后看了一眼，将这些东西全部搬到门外的垃圾桶旁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家门口。温阳率先从车上跳下，看到站在垃圾桶边的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厌恶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在这捡垃圾？不嫌丢人吗？晚上的饭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吃炸鸡。”看着自己养育了6年的儿子，我的心仿佛被拧成了一团，但心寒之余又升腾起一股愤怒。我皱着眉道：“要吃去找你叔。”“你怎么？”温阳脸上写满震惊，他还是第一次被我这般对待。这时，温以堂带着钟离光走了过来，他说道：“丽江叔，阿光家里房子变动，需要来我们这住几天，你没意见吧？”这还是钟离光第一次露面，他天生俊秀的五官，历经数年婚姻却丝毫未显老态，难怪能让温以堂一直念念不忘。相比之下，我也曾年轻过，如今却劳累得伤痕累累。温阳趁机嚷嚷道：“快点帮叔叔搬行李！你这个坏爸爸，听到没有？要不然我不喜欢你了。”我打量着两人，歉意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手刚刚闪到了，搬不动东西。”听闻此言，钟离光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随即装出为难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要不还是算了，我看厉先生好像不太乐意，实在对不起。”他转身就要离去，却被温以堂一把拉住。他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大不了我帮你搬行李，你就在这住下，他不会有意见的。”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轻轻笑道：“就住我们的房间，我不会有意见的。住不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看温以堂的态度，这个家迟早也是钟离光的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堂连忙去帮他拿背包，生怕晚1秒钟离光又要走了。温阳也懂事的小跑过去，主动提起袋子。就这样，3个人互相搀扶着，有说有笑，仿佛刚刚度假归来的钟家人。温阳有些不满地说道：“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去做晚饭，我要吃炸鸡。妈妈和叔叔要吃海鲜，补补身子。把我当菜单用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我这么多年一直就像个下人似的，开车的时候当他们的司机，收拾家务的时候像个佣人，做菜的时候要有大厨的风范，不仅要迎合温以堂刁钻的口味，还要为温阳定制最有营养的膳食。母子俩从来都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然而这一次我的回答却出乎他们的意料，我说做不了。温以堂有些惊愕地看向我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开口拒绝做事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钟离光便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叹息道：“抱歉，我就不应该来住的，毕竟也只是个外人，不配让厉先生做饭。”他直接拿着行李转身，重新放回后备箱，关上了门。温以堂却说道：“这跟你没关系。”温以堂狠狠皱眉，脸色一沉，看向我说道：“你不是没有意见吗？现在又在搞什么名堂？”
我淡然回答道：“冰箱里没食材了，做不了。因为即将离开，我今天没有出去采购食物，更何况我本来就没打算做，刚好可以找个借口。忍气吞声整整10年，我不打算再退让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温阳顿时撒泼打滚，喊道：“我就说你这个坏爸爸最没用了，现在连菜都不准备，是想饿死我们吗？你不配当我爸爸，我要让叔叔当我爸爸。”见此情景，钟离光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随即摆出假惺惺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小杨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爸爸说话？这样很不礼貌。对不起，叔叔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”钟离光说道：“算了，既然家里没食材，咱们就刚路过的那家西餐厅吃饭，我再单独给你点一份炸鸡。”小杨喊道：“叔叔最好了！”温阳抱着钟离光的大腿撒娇，温以堂在一旁开心地看着，画面无比温馨。三人理所应当地坐上了后排。温以堂让我去前面开车，好让钟离光休息一会儿。一路上，钟离光在后面陪母子俩聊天、玩游戏，欢声笑语不断，俨然把我当成了空气。钟离光笑着说道：“厉先生，我和温以堂只是单纯叙叙旧，您可别介意，毕竟我们以前的事你都不知道，不方便和你聊。”他生怕我听不见，故意提醒道。我应了一声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。我没必要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毕竟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一行人来到餐厅，温以堂主动拿起菜单，向服务员叮嘱道：“阿光喜欢吃菲力，来一块5分熟的，别放黑胡椒。”10年过去，他依旧记得钟离光的口味。然而面对我，他还是10年以来第一次开口询问。他问道：“丽江叔，你喜欢吃什么？”真有意思，如果不是看到他今天在钟离光面前这副小鸟依人的模样，我还不知道他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一面。毕竟向来都是我记得他喜欢什么，而他在我们面前永远挑3拣4，永远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我说我不吃牛排，我淡淡回答，这让温以堂有些吃惊。结婚10年，我对温以堂的生活了如指掌，而他却是头一次知道我的忌口。我说：“你们慢慢吃，我走了。”人已经送到了，我也不想继续待在这恶心自己。3人没有挽留，十分默契地看着我离开西餐厅。我走了几分钟，才发现车钥匙还在自己身上，于是重新返回餐厅。然而还没进门，便听到里面传来惊叹声。有人说道：“这不是温小姐吗？你们钟家3口真幸福。”那人继续调侃道：“这位帅哥就是您丈夫吗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一表人才的，难怪平常都不见你秀恩爱，估计是怕被人看抢了。”钟离光常年在外，早已被豪门圈子渐渐遗忘，可他那得体的谈吐举止，如同磁石一般，迅速吸引了八卦群众的目光。众人对他的好感度陡然上升。有人说温总和钟先生真是天作之合，结婚都好几年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温以堂闻言，脸色微微泛红，却并未否认。一旁的温阳则在旁边不停地助攻，一个劲儿地叫着钟离光爸爸。我目睹这一幕，只是微微不适了一瞬，便恢复了平静。我算什么呢？不过是温母用来讨好温以堂的工具人罢了。契约到期，买卖结束，与我再无关联。此时的餐厅内，钟离光恰好瞥见了窗外的我，他故意插起一块牛排，温柔地递到温以堂嘴边，说道：“以堂，今天多谢你帮我找地方住，辛苦了。”温以堂轻笑着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辛苦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温以堂微微一笑，随即张嘴。钟离光拿着叉子靠得越来越近，几乎脸贴着脸，动作暧昧到了极点。看热闹的人群开始起哄：“太甜了，我这是在看偶像剧吗？亲一个。”温阳也坏笑道：“妈妈，你们快点亲亲，我都等不及了。”温以堂抿唇道：“大庭广众的，你注意点影响。”温以堂脸红晕阵阵，小声嗔怪了2句，可这却让钟离光更加兴奋，直接吻了上去。他原本还有些犹豫，可随着对方的逼近，也逐渐放弃了挣扎，缓缓闭眼享受。看着这副害羞的模样，窗外的我心中冷笑，原来这个所谓的温室千金也不是一直高冷淡漠，只是对别人没兴趣罢了。我没心情继续被恶心，将钥匙交给服务员后便径直离开。温女士，刚刚有个先生来送了车钥匙。服务员走过来时，2人还依偎在一起，脸上充满甜蜜幸福。然而听到这话，温以堂猛地扭头看向门口，问道：“什么？丽江叔刚刚回来过吗？”钟离光看他似乎很在意，心里有些不快，于是装作惊讶的样子说道：“这下可坏了，本来只是开个玩笑，厉先生看到不会生气吧？”温阳撅着小嘴说道：“叔叔，你别理他，他就是我家的下人而已。再说，你和妈妈之前就谈过恋爱了，亲一下怎么了？”小杨别乱说话。温以堂脸色微变，打住了儿子的话，随后立马收拾包包追了出去。冰冷的人行道上，温以堂小跑过来，叫住了即将打车离开的我。2人对视的一瞬，他屏住呼吸，做好了被质问的准备。然而僵持了很长时间，我都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温以堂说道：“刚刚的事你别误会，我和阿光就开个玩笑而已，没其他意思。”看我没反应，温以堂反而温怒道：“你是在怪我吗？那么多人起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我坦然道：“我没怪你，还有别的事吗？”温以堂摇了摇头，只能愣在原地看着我坐车离开。不知为何，他心里竟生出莫名的异样。丽江叔何时变得这么大度？身后的钟离光已经追来，他便没有再逗留。
回到西餐厅吃饭，夜幕低垂，一行人有说有笑回了别墅。刚进门，温以堂就贴心的给钟离光准备床单和洗漱用品，可他从不做家务，根本不知道东西放在哪里。虽然感觉有些不妥，但最后还是使唤我过来了。我默默将东西拿出来，回到书房关紧了门。钟离光攥紧毛巾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来厉先生还是对我有敌意，要不明天我出去住酒店吧。”温以堂说道：“酒店哪有别墅舒服？”他神色有些复杂的说道：“丽江叔今天有点奇怪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”一旁的温阳立马拉着钟离光的手道：“叔叔，我爸爸把书房占了，今天你就和我们睡主卧吧。”钟离光推辞道：“这样不好吧？小杨说你是客人，总不能让你睡沙发吧？”钟离光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邀请。不到半个小时，我的手机就弹出几条图片，是钟离光发来的。他发道：“厉先生，你这个剃须刀借我用。”照片里不仅有剃须刀，还有我俩正在玩游戏的画面。我回道：“这是我用过的东西，不嫌脏你就用。”我随手一挥，将手机调成静音，安然入睡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到2天后，此时距离离婚冷静期结束只剩下了4天。我已经买好了进修需要准备的乐器，正在房间里操练，可楼下却时不时传来喧闹声，扰得人心烦意乱。下楼一看，才知道是钟离光戴着温阳风帽。“叔叔，我想玩小猫抓鱼，你帮我把鱼缸端下来。”我阻止道：“慢着，不能玩鱼，换个其他的。”早在很久之前，温阳就经常玩鱼缸，每次他都会把小鱼折磨得半死，然后让我收拾烂摊子。我多次教育他，批评他，可换来的只有咒骂和仇视。这次阻止也是不想看到自己花高价买回来精心照顾的鱼又被糟蹋。他说道：“你就是不想让我玩。”温阳气得龇牙咧嘴。钟离光趁机开口道：“丽江叔，几条鱼能值多少钱？你没必要打消孩子的积极性。”我回道：“值不值钱，那也不能随意糟蹋他人看重的东西，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。”他回道：“原则值几个钱？”钟离光冷笑一声，用手戳着我的肩膀道：“你这么有原则，守住自己的女人了吗？守住家庭了吗？”钟离光向来是个锱铢必报的人，尤其是那晚被拒绝以后，越发想要羞辱我，说道：“我只会守护重要的东西。”我淡淡将鱼缸放了回去，说道：“你说的这些在我这还没鱼儿重要，你要当个宝就捡了去。”钟离光有些恼羞成怒，他喘着粗气道：“你就嘴硬，我不信你娶了10年的女人会没有感情，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滚蛋，别逼我出手。”这一次我甚至懒得回他，直接转身就走。钟离光眼里闪过一抹狠意，竟直接将那鱼缸抢过去。我见状连忙伸手死死捏住鱼缸边，两人一来二去，竟不慎将鱼缸打翻在地，哐当一声，玻璃四处飞溅，锋利瞬间割破我们的皮肤。就在这时，温以堂正好从楼梯下来，见到眼前一幕，他急忙冲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检查钟离光的伤口，神情满是担忧和慌乱，道：“你受伤没有？”钟离光抱着大腿瘫倒，做出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温以堂焦急道：“还说没事，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。”温以堂心疼极了，忙前忙后替他包扎伤口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才冷着脸看向破碎的鱼缸，问道：“说怎么回事？是他干的？”温阳立马跳了出来，道：“叔叔为了我才受伤的。”温以堂蹙眉道：“丽江叔，你不是说好了不生气吗？”温以堂的眼神冷到了极致，说道：“背着我的面欺负阿光，你怎么这么卑鄙？”我卑鄙，我捂着伤口，声音都在发颤，说道：“这些鱼我精心养了2年，是他们来抢我的东西，你搞清楚点。”原本以为说出真相后，温以堂能分得清对错，然而他话锋一转，怒意更盛，道：“养了2年又如何？不就是几条鱼吗？难道比人还重要？”向阿光道歉，温阳也跟着大声嚷嚷着要给叔叔道歉。他们这对母子俩还想兴师问罪呢，可就在这时，救护车的声音传来，他们赶紧把钟离光搀扶出门。我愣在那里好一会儿，蹲下身把那奄奄一息的鱼儿捧起来，心中猛地一抽痛，之后才察觉到手上也在作痛，那伤口血肉模糊，看着十分恐怖，比钟离光的口子严重多了。可家里的绷带都被温以堂用完了，我只能用衣服裹紧伤口，忍痛前往医院。医生给我包扎的时候，有几个病友正好经过，其中一个说道：“你听说了吗？温氏千金为了让钟先生早点康复，把所有进口药都用上了。还有人说，整层的护士都被叫去 VIP 病房了，都在为钟先生一个人服务呢。”那人接着说：“温小姐真是个绝世好女人啊！我要是有这样的老婆就好了。”绝世好女人，我心里不禁冷笑。她婚内带着儿子出轨，还把自己丈夫当作狗一样对待，确实是人间极品。离开医院后，我正好接到了音乐学院的邀请，学院为了检验我的能力是否倒退，要求我做出一首歌作为考核。于是我特意找了个远离市区的录音棚来录制新歌。郊区那成片的田野连着山脉，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我憋了10年的那股气，终于在今天全部释放了出来。整整2天时间，我都沉浸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，与外界断绝了所有联系，一点点拾起了埋藏许久的音乐天赋。离出国只有1天的时候，我终于把作品发进了邮箱。可刚打开手机，99个未接来电和消息就涌了出来，全是温以堂和温阳打来的。我有些发愣，
温以堂不是在照顾钟离光吗？找我做什么？我带着行李打车回了别墅，刚一进门，管家和园丁就哭丧着脸过来了。厉先生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走这2天，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温总和少爷天天念叨你。这次我才明白，母子俩就是没人伺候就不习惯。温阳上学还好说，温以堂天天窝在家里都快疯了。温以堂问道：前天你去哪儿了？他靠在门口，声音比以往温和了许多，但依旧透着股冷冰冰的味道。我说去了录音棚。他问怎么突然想起去那儿了？我说去散心。我随口敷衍了过去，毕竟这么久以来他都没关注过我的爱好，不管我是钓鱼还是打游戏，在他眼里那都是我的坏毛病。他只在意我有没有满足他的情绪价值，照顾他的喜好，所以我不想费力气去解释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温以堂主动开口说道：上次鱼缸的事你别介意，钟离光毕竟是客人，而且从小就被家里人惯坏了，我替他说话也是应该的。阿光已经搬出去住了，你之前说过不生气的，以后也别再为这点事闹了。即便是道歉，温以堂也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，甚至带着责怪。倘若不是这几天的离家出走，他估计连话都懒得跟我说一句。我默不作声的上楼拿行李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。温以堂忽然叫住我，从柜子上抱过来一个鱼包，他说这是他亲自去市场挑选的，当做我的补偿。我忽然笑了笑说道：不用了，几条鱼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养再多的鱼也都是徒劳，更何况我喜欢的那几条已经死了，什么也替代不了。他问道：真的？看着我如此大度的样子，温以堂总觉得浑身不自在，甚至感觉很陌生。当晚我依旧睡在书房。清晨我照常起来给母子俩端上热气腾腾的海鲜粥。温以堂感觉久违的一切都被毁掉了，但他没有看到我正在确认登机时间。1个小时后，温以堂带着温阳去参加集团的晚，金碧辉煌的大堂内，各界精英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。温以堂身着一袭华丽礼服，安顿好儿子后就去找钟离光了。不久后，我也进了大厅，我是来找温母拿签证的。只是在经过人工时，闲言碎语不断。有人问道：小杨怎么就一个人？你妈妈又去找阿光了吗？还有人说道：温小姐对钟离光可真是情深意重啊，听说前天为了弥补以前的遗憾，特地买下她最喜欢的定制款游艇，价值好几亿呢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温小姐还是对钟离光念念不忘。还记得他们俩青梅竹马的时候，她天天跟在阿光后面到处跑，亲手做蛋糕点心送过去。阿光一旦不喜欢，她就全部重新做。又有人说道：对了，小杨，你妈妈那么喜欢叔叔，要不她当你爸爸怎么样？众人哄笑阵阵。温阳扬起脑袋，天真无邪地说道：我也喜欢叔叔，我要他当新爸爸。他目光一转，注意到了这边的我，小脸顿时无比嫌弃，说道：你这个坏爸爸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闻言，一众公子千金纷纷围过来看热闹，眼里的嘲讽都快要溢出来了。有人说道：这不是温以堂的废物老公吗？上次弄伤阿光，这次又想来捣乱。温小姐只是可怜你罢了，别想着做赘婿攀高枝，趁早把位置让出来。众人恶毒之语不断，纷纷让我滚出去。我不想过多理会，继续往2楼走去，不料却突然被温阳推了一把，我一时没注意，一脚踩到掉落的酒瓶，重重地摔在楼梯上，发出喷的一声，头破血流。温阳哭着大喊：你快点滚，不要来破坏妈妈和叔叔的感情。得知是被亲儿子推倒，我整个人仿佛坠入了冰窟。我强忍着剧痛站起来，我问温阳：你推爸爸干什么？听到动静，温以堂冲了过来，小心地搀扶起我，说道：丽江叔，我马上带你去楼上包子。可还不等他动身，一个服务员就急忙冲过来说道：易先生都快醉倒了，你快去看看。温以堂蹙眉，脸色微微闪过一丝迟疑，说道：这就来。温以堂一走，我默默地上了楼。我敲响温母的包间，开门后被吓了一跳，问道：怎么搞成这样？我给你叫救护车。我说：不了，飞机要晚点了。他问道：晚上几点呢？我也没办法，长长叹了口气道：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我也不拦你了，这里是手续和签证，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淡然开口道：不要告诉母子俩我在哪儿，我不想被打扰。感谢了阿姨。晴空映衬着青云，我拿起会场外的行李，仰望天空。从今天起，温家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。10年的暴风雨骤然停歇，我终于要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了。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，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。随后我毅然转身，踏上了前往机场的路。在9楼的宴会桌前，钟离光正与温阳轻声交谈。温以堂一过来，钟离光便立刻倒在地上，口中嚷道：妈妈叔叔晕了，你快把他送到房间去休息。温以堂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将钟离光搀扶到房间床上。然而就在他临走之时，钟离光却睁开了眼睛，醉醺醺地搂住他的脖子，说道：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吧。钟离光一把将他拉起，转身按在了床上。温以堂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他娇羞地说道：你没醉。钟离光笑道：今天的你这么诱人，我还有什么醉的理由？钟离光轻轻松解开他的衣服，刚要吻上去，却被温以堂挡住了。温以堂说道：今天不行，丽江叔还受着伤，我要去照顾他。钟离光劝导道：过了今天可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在钟离光的一再挽留下，温以堂终于按捺不住，
把所有都交给了对方。2小时后，宴会早已结束，温以堂找遍了酒楼的各处，都没有发现丽江叔的身影。他心里有些烦躁，急匆匆地赶回了家。可喊了半天，只有几个佣人回应道：“温小姐，厉先生下午一直没回来。”温以堂闻言，心里那股烦躁渐渐转化为怒火。以往丽江叔受了伤，都会简单包扎后回家给母子俩洗衣做饭，绝不可能住院。可今天他既不等自己，也不回家，又想玩什么把戏？温以堂不满地说道：“马上把他找回来，让他别耍脾气。”温以堂吩咐完后便回房休息，可一进门他就发现卧室里少了很多东西，书本、衣服，甚至是结婚照，有关丽江叔的一切竟全都消失不见。平常丽江叔做家务时也会扔掉许多东西，但今天是不是扔的太多了？温以堂心里突然闪过异样，他目光在房间里扫视，最终落在床头一封打开的文件上。打开的瞬间，封面弹出5个大字：离婚协议书。下一秒，他的脸色如乌云般阴沉到了极点，难以置信地翻看内容。丽江叔自愿放弃上亿财产股份，甚至连亲儿子的抚养权都不要，而最后一页竟然写着温以堂的名字。这时他才想起1周前丽江叔找他签了什么东西，那时的他正和钟离光聊天，并未注意内容，没想到居然是离婚协议书。几张文件被攥成一团，狠狠飞进垃圾桶内。温以堂难以置信地低喃道：“离婚？开什么玩笑！”丽江叔当了10年的受气包，每天任劳任怨伺候自己和儿子，从未有过怨言。可仅仅是钟离光出现，他就敢抛弃母子2人，放弃荣华富贵？不，他一定是拿离婚威胁自己。温以堂心里越来越肯定，丽江叔只是吓唬他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。他那么爱他，曾经为了他喝到胃出血，为了他放弃男人的尊严。这世界上没人比丽江叔更爱他。温以堂鬼使神差地走出房间，瘫坐在沙发上等着丽江叔回来。可一连几个小时，直到傍晚，对方也没有出现。电话响起，里面传来助理焦急的声音：“温小姐，我们查遍了所有医院和药店，都没有厉先生的身影，他好像人间蒸发了。”这怎么可能？平日里沉着冷静的女总裁，此刻竟显得有些慌乱。她原本不想亲自打电话挽回，但还是咬牙拨通了号码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电话打不通，所有联系也全被拉黑。温以堂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慌不择路地想亲自去找人，可转了半天又回来，回忆脑海中的记忆，他竟发现自己完全不了解丽江叔的兴趣、人脉圈，就连丽江叔常去的地方都不知道该从何找起。去找踢球的温阳，温阳也回了家。他一进门就吵吵着：“坏爸爸，快点给我做晚饭，我都要饿死了。”温以堂回应道：“别喊了，你爸爸已经失踪了。”温以堂有些烦躁，本想让儿子消停一点，不料温阳听后就欢呼起来。他高声道：“丢人的废物终于走了，太好了耶！妈妈，我们快让叔叔搬过来，以后他来当我爸爸。”温阳说着说着，开始肆无忌惮地骂起来，语气之恶劣让温以堂都有些胆寒。他有些震惊，地质问道：“谁教你说这些脏话的？他可是你亲爸爸。”印象中父子俩顶多不和，也没有闹到断绝关系的程度。可自从钟离光回国后，温阳的行为越来越恶劣，现在活脱脱成了个小恶魔。他翻了个白眼道：“他不配做我爸爸，我没有这么窝囊废物的爸爸。”温阳小嘴一撇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今天他还跑到宴会上丢人现眼，早知道该撞死他的。”给我闭嘴！温以堂脸色乌黑，他斥责道：“他养了你整整6年，你怎么能这么咒他？说是不是有谁在背后教你这么说话的？”见到母亲好像生气了，温阳显然被吓住了，他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都是叔叔告诉我的，他说我爸就是个窝囊废，有这种爸爸会被同学嘲笑的。”正当温阳说着，助理的短信发了过来：“温小姐，我们刚查到钟家在国外的公司已经破产了，钟离光回国只是为了抢夺您的财产，您千万别再被骗了。”原来这一切都是钟离光在背后操控。温以堂瘫坐在沙发上，感觉心被阵阵撕扯的痛。他没想到自己爱了这么久的白月光竟是这种人，为了骗到财产，不惜用一切手段把丽江叔逼走，平白受了如此多的冤枉，他还肯回来吗？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先找到丽江叔，再去找钟离光算账。”温以堂猛地站起来，马上调动所有资源进行地毯式搜索。他现在已经看清了真相，一定要不惜代价找到丽江叔。时间很快过去4天，有人来提供线索，称丽江叔离开酒楼之前去过2楼找温母。温以堂立马开车前往母亲的府邸，一见面就急忙询问：“妈，丽江叔去哪了？他是不是来找过你？”温母叹了口气道：“让他走。”温母似乎猜到了会被找上门，直接安慰道：“反正你和他也没什么实质性感情，如今阿光也回国了，你们俩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妈，你怎么也在撮合我和钟离光？”温以堂身子一颤，得知真相后的他越来越反感别人撮合他和钟离光了。他说道：“我以前是喜欢钟离光，可没有答应要和丽江叔离婚。”温母错愕不已道：“你没答应？那你们是怎么离婚的？”“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”温以堂又一次慌了神，他该怎么说才好？是自己的一时疏忽，还是压根没把丽江叔放在心上？相比于丽江叔对他的态度，温以堂更是无比愧疚。丽江叔照顾了他和孩子这么多年，几乎比他父母还要无微不至，就差把他们母子含在嘴里了。
他心情烦躁，会一整天都费心逗他高兴，哄他开心。两个人闹了矛盾，他也都是第一时间让步。他胃口不好，他每隔半小时就送来不同甜品。温以堂无法想象，若是没了丽江叔，自己这10年过得该有多糟糕。钟离光虽然是白月光，可他现在只想利用自己。如果为了他放弃丽江叔，那简直太荒谬了。一旁的温母见女儿还是放不下，索性从抽屉里拿出份合同。他说道：“罢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当时钟离光丢下你出国，你把自己折磨得不成人样，我这才找了个人来帮你渡过难关。原来丽江叔当时急需用钱，以500万照顾他10年，本以为他们能走上正轨，结婚生子过一辈子，谁知道钟离光突然回国。丽江叔为了让两人终成眷属，自愿放弃了财产和孩子，并不会再踏入温家半步。”温母仍在絮叨，而温以堂的双耳却已混沌，他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紧握着合同的手指几近惨白。整整10年，他以为的对他的好，原来只是任务而已。整整10年，他结婚生子，仅仅是因为那几张纸片。丽江叔从头到尾都未曾爱过自己，所以当钟离光回来后，他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如果他对这个家的感情都是假的，又怎会竭尽全力地爱护他们母子？温以堂在心底仍在自我欺骗，可真相却如潮水般汹涌而来，将他冲击得粉碎。他猛地将合同撕成2半，重重地摔在桌子上。温母长叹了口气，她从未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自己的女儿向来冷漠沉静，当初只有钟离光出国时，她才这般失态，如今又有了第2次。若是再去找她，肯定又会做出格的事。温以堂渴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含着一抹狠意。他说：“妈，今天你必须告诉我丽江叔他去哪了。”温母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决定把丽江叔的行踪告诉女儿。可当他联系手下时，才得知丽江叔临时改了航班，并且切断了所有监视。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温以堂的心瞬间被失落填满。别着急，我可以确定他在音乐学院，剩下的只能靠你自己去找了。拿到线索的温以堂重燃希望，马上安排了私人飞机，准备中午就起飞。他回家收拾好行李，却发现儿子带着钟离光进了门。钟离光问道：“温以堂，你要去哪儿？”再次看到眼前的男人，他心里只觉得虚伪和恶心。钟离光有些诧异，但还是上前关心道：“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”他一把将钟离光推开，道：“让开，我要去找丽江叔。”闻言，钟离光直接愣住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对方这几天不来见自己，都是因为在找丽江叔。丽江叔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，让他变成这样？他心里暗暗咒骂，随即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，倒在地上，说：“温以堂，上次划伤的伤口发炎了，帮帮我。”然而，这次温以堂直接从他身边掠过。温阳见状，立马急得大叫：“妈妈，你不是最喜欢叔叔吗？为什么还要找窝囊废？”温以堂皱眉道：“谁是窝囊废？”他死死盯着儿子，眼里迸发出冷意，咬唇道：“生你养你的亲爹都被你气走了，你还敢叫他窝囊废？钟离光，你又在背后乱教我儿子，是不是想死？”钟离光额头渗出汗水，他哑声道：“温以堂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温以堂恨声道：“还在演戏？你以为你的小把戏我不知道吗？”温以堂喊道：“你处心积虑把丽江叔逼走，本想和你秋后算账，你却自己往枪口上撞，那就怪不得我。”钟离光从没见过温以堂歇斯底里的场面，吓得脸色大变。他很清楚温家的实力，也很清楚自己会有什么后果。他说道：“温以堂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样做也是因为太爱你。丽江叔他根本配不上你，咱们从小两情相悦，跟我重归于好，我会对你和小杨负责一辈子的。”他拼了命爬到温以堂脚下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。然而温以堂直接将资料扔在他脸上，道：“你的负责一辈子，19岁那年你抛下我独自去国外，现在负债累累，又想回来抢夺我的财产。”他的眼神冷到极致，也夹杂着无尽的失望。为了一个自私虚伪的男人，他竟然丢掉了真正对他好的人，不仅是对钟离光，这更是对自己的失望。钟离光赶忙说道：“这不是真的，你不要轻信谣言。”钟离光惊恐挣扎着，可温以堂并未再给他机会，派人将他丢到车上，送到债主手里。这些天，债主忌惮温家势力，不敢动手，现在肯定不会放过他。钟离光喊道：“不要！温以堂，我知道错了。”听着钟离光的嘶吼，温阳吓得呆在原地，不敢和母亲对视。温以堂对着小杨冷冷开口道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太放纵你了，现在跟我去找他，当面和他道歉。2周后，异国他乡，我结束了整个月的课程，正漫步在音乐学院外。这时，苏可成悄悄地跟在了后面。因为来自同一个家乡的缘故，我们这段时间格外熟络，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。丽江叔，你快看新闻，最近温氏大小姐的八卦满天飞了，据说她甩了情夫，正带着孩子满世界找你。”我淡然应了一声，内心没有泛起一丝波澜。苏可成问道：“10年来，他们母子对你爱搭不理，现在又发疯似的找你，把你当什么了？”苏可成气愤地替我打抱不平道：“他要是还来纠缠你，我一定替你报仇。”我安抚道：“别生气了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”我安慰了2句后，便转进小巷子里，说：“对了，我还要回去给甜甜做饭，就先走了，明天见。”
这儿的傍晚总是那么迷人，梦幻的晚霞洒落在天际线，呼吸着带着泥土味的雨后清新。我回到了住所，这是我在校外租的独栋小屋，平时看看花草，弹弹钢琴，生活好不惬意，既舒适又安心。叔，你回来了！一道甜甜的声音传来，甜甜兴奋地跑出来，因为围裙太长的缘故，她险些摔倒在地。我赶忙扶住她，道：“你这孩子怎么穿大人的围裙？”她说：“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鱼香茄子，叔叔每天很辛苦，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”看着甜甜脏兮兮的小脸，我鼻子一酸。甜甜是个弃婴，我们在福利院就认识了。6岁时，她被国外夫妇收养，从此杳无音讯。可后来那对夫妇出意外，她被不法分子骗到了这里流浪。当时我的钱包掉落，饥肠辘辘的甜甜捡起来，追了5条街，拼了命也要还我。缘分就是如此巧合，正是甜甜的懂事善良，让她能再次和我相认。她问道：“叔叔，你怎么哭鼻子？”我说：“叔叔没哭。”她问：“没哭的话，那你的眉毛为什么是这样的？”甜甜学着我的样子皱眉，模样十分可爱。我被逗笑了，忍不住摸着她的小脑袋，心里感慨万千。自己结婚时，为了所谓的家庭，任劳任怨，每天笑脸伺候温以堂。她从未给过一个正眼，每天给温阳做营养餐，即便发烧病倒也不例外。可无论我再怎么努力，母子俩都没关心过我，甚至连我的喜好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如今，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深深打动了我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，要是甜甜能成为我的亲生女儿，该有多好。我轻声说道：“走吧，甜甜，咱们回家吃饭。”她欣然应允。我们两人牵着手，正准备踏入家门，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我转过头，微微皱起眉头，眼前正是那2张让我做梦都想逃离的面孔。此刻的温以堂发丝凌乱，上面还挂着丝丝雨水，显得格外狼狈。他们来到这里已经2周了，每天都在四处寻找我，从社交群到华人街，几乎问遍了所有的华人，直到现在才打听到我的住址。我沉默不语，直接转身离去。温以堂见状，连忙追了上来，喊道：“丽江叔，你别走！”我询问他有何事，他说道：“已经1个月了，你还是不肯回去吗？”我抱歉地回应道：“我在这边过得很好，没别的事，就请离开。”我的语气冷漠至极，听不出一丝情感。温以堂有些慌乱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情不能商量吗？你现在跟我回去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喜欢这里是吧？我们可以买下这里，然后请10个园丁来打理花草，以后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度假。对了，你还要学音乐，我们可以请全球顶尖的大师来指导你。”我打断了他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，说道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别再来骚扰我了。”甜甜听到这话，立刻抱住我的大腿，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母子2人，说道：“别再来了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”一旁的温阳见状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嫉妒。曾经任由他使唤的保姆，如今却和这个陌生孩子如此亲近。他怒吼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赶紧把手放开！”温阳咬牙跑过去，拼命用手将2人拉开。长达2周的找人经历早已让他烦躁不堪，如今我还不愿意跟他们回去。从小娇生惯养的他，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了甜甜身上。他喊道：“他不是你的，你不准跟我抢爸爸！”甜甜被他扯得手臂空空，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但小手依旧死死抓住我。他知道一旦自己放手，就将失去一切。他说道：“叔叔在温家吃了不少苦头，不想让叔叔再受折磨。叔叔，甜甜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甜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”这一声哭喊，仿佛哭进了我的心里。10年来，我第一次发怒，啪的一声，一个巴掌甩在了温阳的脸上，结结实实地印在他的脸上。他难以置信地后退2步，嚎啕大哭起来，哭诉道：“就为了这个他！”又是一巴掌，声音在院子里回荡，让温以堂愣在原地。我立刻压制住怒火，冷冷地看着温阳，说道：“我疼你爱你6年，没想到养出个狼崽子，再不让你长点教训，出去迟早被人打死。我告诉你，你姓温，不是我丽江叔的儿子。从你拳脚相向那天，目无尊长那天，认贼作父那天，我们就已经断绝关系了。”听着这些话，温阳哭得更大声了。虽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他知道我真的不要他了，他再也没有爸爸妈妈，爸爸不要我了。温阳哭着向温以堂跑去，然而等待他的还是一巴掌。啪！温以堂指责他道：“到现在知道哭了，当时钟离光用2条炸鸡就把你哄得晕头转向，合伙谋害你亲爸。”温以堂抓住他，一把将他按跪在地上，说道：“现在马上跟你爸爸磕头道歉。”“我错了，爸爸，我知道错了。”温阳哭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只是一个劲的磕头，他的头被磕出了血印子，却还没有停歇。此时他终于明白那天我被他推倒撞到头时到底有多么的痛。温以堂说道：“丽江叔，之前都是我们母子对不起你，把你的好当成了理所当然。”温以堂眼角有些泛红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已经醒悟了，钟离光也受到了惩罚，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好吗？曾经不可一世的温家大小姐，如今竟然为了一个赘婿低头认错，但我连半点犹豫都没有。”我说道：“不好。”温以堂眸子里满是震惊，问道：“难道你就从未爱过吗？连一点感情都没有？”我平静地摇摇头，没有半点波澜，说道：“
我对你们所有的好都只是契约任务罢了。我只是一介凡人，有什么资格入赘豪门？有什么资格博得大小姐的爱？又有什么资格和白月光抢位置？感情这种东西我不配。这番冰冷的话仿佛化作尖刺，插透了温以堂的心脏。他看着我，呼吸快要窒息了。曾经满眼爱意，永远对他笑脸相迎的人，如今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。曾经他从未见过我这副模样。他说道：丽江叔。温以堂还想说什么，我直接转身，只留下了2句话：我从未爱过你们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契约到期，一切的一切就当做一场闹剧。我拉着甜甜的手回家，小女孩看了母子最后一眼，而温以堂和温阳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随着大门关闭，我们之间似乎被隔绝成了2个世界。屋内暖意洋溢，我和甜甜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一起嬉戏打闹。窗外余晖散尽，温以堂和温阳失去了最后一丝光芒，彻底陷入了黑暗。从这天开始，每天我出门都会发现家门口多了一堆礼物，上面还放着一束新鲜的玫瑰，而我只是轻笑一声，将花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温以堂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根本不喜欢这种带刺的玫瑰，因为这种东西太过美丽，可永远都无法接近。剩下的礼物我原封不动地摆着，直到1周后，温以堂再次找上门。他除了道歉还是道歉，我厌烦至极，直接报了警，说道：对不起女士，您的签证到期了，必须强行被遣返回国，并且由于您多次骚扰厉先生，以后没有他的同意，你们的签证申请无法通过。听着警察的话，温以堂只能无奈回国。而没有我的日子，母子俩的生活越来越凄惨。新来的厨师不懂他们的喜好，经常做出不合口味的饭菜，聘请的保姆全是玻璃心，一有打骂就很快离职了。温阳每天都会写一封道歉信，等着有朝一日能亲手递给爸爸。温以堂则是想尽各种办法，想和丽江叔取得联系，戒断反应让他饱受相思的煎熬。他翻遍手机相册，却只能找到寥寥几张合照，都是以前发给钟离光的自拍，顺带拍到的丽江叔。温以堂自言自语道：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从未对他有所在意吗？那股心痛的感觉如潮水般弥漫全身，他这才领悟到什么叫做失去后才懂得珍惜。当初丽江叔离开的那几日，温以堂只觉得是没人伺候，所以有些不习惯罢了。可如今得知了所有真相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深深喜欢上了对方，不仅与他结了婚，甚至不抗拒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他。只是曾经的钟离光太过耀眼，让他忽略了心底这份潜藏的爱意。泡沫破碎后依然能够存在的，才称得上是真爱。温小姐，我查到了一条线索。这时助理的电话突然打来，温以堂说道：快说。助理回道：厉先生多次提议要向慈善捐款的福利院，那是他曾经长大的地方，据说院长和他关系很好，说不定能联系到他。得知这条消息，温以堂第一时间赶到了福利院院长办公室，几袋厚厚的礼物放在桌上。温以堂表明了自己的来意，然而院长直接将东西推了回来。他皱着眉说道：拿回去，你们温家的礼我可收不起。他警惕地瞥了一眼温以堂，心里清楚对方肯定是抱着目的而来。为了不让丽江叔担心，院长在他离开后才悄悄把温家的慈善款取了出来，因为他深知温家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。温以堂说道：院长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过来，只有一个小要求。温以堂语气诚恳道：我现在联系不到丽江叔了，您可以帮我打个电话吗？院长缓缓开口道：温小姐，说笑了，你和丽江叔结婚10年都联系不到对方，我一个老婆子哪有这本事？听到这话，一旁的助理都不敢喘气了。在他的印象里，还从未有人敢这样对温以堂说话，温以堂一定会生气。然而他不仅没有丝毫动作，反而深深鞠了一躬，说道：院长，以前是我辜负了丽江叔，现在我只想好好弥补他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。看着对方低声下气的样子，院长只是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温小姐，也不是我刁难你，当年丽江叔为了给我治癌症，去你们家做上门女婿，吃尽了苦头，我是受了他恩的人，我没有资格替他做决定，请你理解。听闻此言，温以堂顿时一震，原来丽江叔签订契约竟是为了救院长的命。10年来他都在为别人付出，却从未埋怨过一句，他到底是多么善良啊。告别院长后，温以堂又来到福利院的宿舍，看着丽江叔小时候待过的简陋环境，了解到他更多的身世，他的心更是一阵阵疼痛。丽江叔从小被遗弃，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又到了早秋，音乐学院内我也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典礼。在这短短1年时间里，没有了繁琐事的拖累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，爆发出惊为天人的恐怖天赋，先后发行了20首歌曲，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。颁发完奖杯后，苏可成跑过来打趣道：好你啊，有这水平还来进修，让我们怎么活？我只是淡淡一笑，说道：我这是生活所迫，哪像苏小姐出来镀金的。我看着对方歪掉的毕业帽，顺手整理了一下。苏可成感受着我温暖的手掌，小脸忽然浮现出一丝红润。他问道：那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？不知何时，他早已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，不仅帅气，还有才华，更像哥哥般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我说：我可能要回国吧。我看着远处的草坪说道：国外不能办理领养手续，我想回去给甜甜一个家，顺带建设福利院。
苏可成点头道：“伟大的理想，我支持你。”苏可成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说道：“苏家在云城也有些分量了，以后温家人再纠缠你，先过我这一关。”我回道：“那真是多谢了。”我们交谈一番后，我打算回去准备行李，不料苏可成却阿依不舍，一直拉着我回到家里。他说：“要不我跟你一块回川城，咱们成立一个组合。”我拒绝道：“跟着我没前途，你还是回云城吧，要不然你爹得满世界找你了。”其实我早就看出苏可成对我有意思了，我对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也很有好感，只是我们两个人的差距实在太大，不仅年龄相差8岁，背景也是天壤之别。我不想浪费掉一个女孩的青春，自然要和她保持距离。他说：“我就是想去川城发展，咱俩有个照应。”我一口回绝道：“不行。”苏可成抱着我的手撒娇，可我依旧坚持。直到小屋的门打开，甜甜看到我们两人时，开心地跳了起来。她说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总算来了。”今天的甜甜早早将行李收拾完毕，还做了一大桌子菜。我们两人一边吃饭，一边用眼神交流。苏可成两只大眼睛古怪地眨着，而甜甜十分默契地比划着 OK 手势。她说：“叔叔，能不能让姨和我们一起回川城？”甜甜眼里带着祈求。她说：“甜甜最喜欢阿姨了，好不好？”我看着两人一唱一和，无奈地笑了。8小时后，我们3人乘坐同一班飞机在川城机场落地。我买了一套别墅，随即和苏可成举办了第1场演唱会。我们筹划了3个月，从作词到编曲，从制作到宣发，我们在工作室里挥洒着激情。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演唱会当天，慕名而来的人人山人海。我上台之前，却无意间在 VIP 座名单上看到了2个熟悉的名字：温以堂、温阳。丽江说：“要不要我派人取消他们的资格？”这时，苏可成有些担心地走过来，问道。不料我呵呵笑道：“有什么好怕的？现在的他们对我而言，只不过是2个观众。”苏可成说道：“这可是咱们第1场演唱会，可别掉链子。”我回道：“切，我才不会。”舞台灯光眼花缭乱，随着音乐前奏响起，我和苏可成先后登场，台下观众欢呼雀跃。可我有一张脸阴沉到了极点。温以堂看着2人合唱，将准备好的灯牌默默放了下去。为了这场演唱会，他也做了3个月的准备。原本准备在演唱会现场重新挽回丽江书，可苏可成的出现无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温阳语气有些颤抖，他问道：“妈妈，爸爸是不是娶了别人了？”温以堂心生嫉妒，但也只能憋着。直到演出结束后，他才来到后台找我。我们2个人再次见面，宛如人群中素不相识的过客。丽江说：“温以堂先叫住我。”他说：“你终于回川城了，我一直在等你，整整1年啊！你回来肯定是因为我吧？现在咱们赶紧去复婚，好吗？”看着他那满是希冀的眼神，我深深叹了口气。我说：“这位女士，我的表情面无表情，观众席不在这边呢。”听着如此陌生的语气，温以堂的幻想彻底破灭了。他原本以为只要等我气消完，一切就会好起来，没想到我真的不要他了。他颤声道：“丽江叔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可你结婚10年的妻子小杨总和你有关系，他可是你亲生儿子啊。”然而下一秒，一道嘹亮的女声突然响起：“够了！”苏可成皱了皱眉道：“现在知道挽回早干什么去了？懂什么叫覆水难收吗？”保安过来，把他们带出休息室，别影响到丽江叔休息。听闻此言，温以堂的内心彻底崩溃了。现在我不要他，还要被别的女人骑在头上。他在川城横行霸道，受过这种屈辱，他顿时怒从心头起，当场跳着脚怒骂道：“肯定是你勾引丽江叔，要不然他怎么舍得抛下我和小杨？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！”温以堂扬起巴掌，然而下一秒却被我直接拦下。我紧紧攥着他的手腕，又狠狠摔下。我看着他厉声警告道：“离我们远点！我现在看着你都恶心！”保安纷纷靠过来，温以堂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母子被推出会场外，失魂落魄地靠在墙头。一直等到演唱会结束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我带着苏可成和甜甜有说有笑地走进一家餐馆吃饭。温以堂来到窗外，看着3人其乐融融的画面，他瞬间想起当初自己和钟离光、丽江叔也是这样看着他的，酸楚涌上心口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难以想象当时丽江叔对他有多么憎恨。温以堂陷入悔恨和自责，但他仍旧不愿意死心。正当他准备进餐厅闹事时，几个保镖过来将母子俩团团围住。温母从车上下来，眉头紧皱，他说：“温以堂，公司财务出现重大危机了，你现在还有心思来找他？”我只是……温母打断他道：“别说了，马上回去处理，这里交给我。”温母将2人押了回去，随后独自来到餐厅内，给我这一桌买了单。他说：“丽江叔，好久不见。”温母也没有过多废话，直接写了一张500万的支票。他说：“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，温以堂和小杨离不开你，念在你以前表现出色，以后每年我都给你500万。”听到这番话，我突然笑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温母的心里永远只有她的宝贝女儿。直到现在，她都还把压榨当作恩赐，话里话外都是居高临下。她从来不在乎我的死活，只是当成工具人一样随用随弃。温以堂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于是我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将支票推了回去，顺手也写了一张500万的支票。我和温家已经两不相欠了。如果你觉得不满意，我把之前的500万也还给你。”
当初若没有温家，我只会尽快赚到500万，更快掌握自己的人生。看到这一幕，温母有些错愕，她听不进这些不愿承认的实话，更不允许我忤逆她，不满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对你足够意思了。”温母脸色一变：“你若还待在川城1日，就别想轻易逃出温家的手掌心。”闻言，对面的苏可成直接站起来，他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你是在威胁丽江叔吗？温家真是好大的手段。”苏可成察觉到异常，立马迸发出一股不属于他的强硬，站在了我前面。然而下一秒，保镖们突然冲回来，把温母直接架了出去。在有家别墅内，温小姐不好了，有人提供大量证据举报财税，我们要面临上亿罚款，董事会乱套了，股东全部来闹事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听着手下的汇报，温以堂整个人都傻了，他没想到集团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只能手忙脚乱的处理。可毕竟1年没有了解业务，温以堂呆坐在原地，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这时，一条短信弹出，竟是钟离光发来的消息，上面写道：“温以堂，你为了我害我断掉一只手，现在我要狠狠报复你，马上给我打2000万过来，否则我还要爆出温氏集团更多黑料，让你们股价暴跌。”温以堂这才恍然大悟，之前他和钟离光接触密切时泄露过一些机密，没曾想对方这就来报复他。此时他肠子都悔青了，只觉得当初真是看走眼了，竟然将把柄交到这种小人手里。相比于丽江叔的无私，钟离光连他一根毛都不如，顿感天旋地转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我真蠢，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珍惜眼前人？”温以堂瘫倒在地上，感觉世界都崩塌了。曾经那个家庭美满的温氏千金，此时竟落得如此下场。废物，给我站起来！一声怒喝传来，别墅内所有人瞬间站得笔直。温以堂的父亲一脸阴沉地走近，让保镖把温母带到沙发上坐着。“爸，您回来了。”“住嘴，我没你这么窝囊的女儿。”温以堂的父亲气得胡子都在发颤，他怒斥道：“我带着你2弟3弟出国打拼，把集团交给你10年，你就是这么管的？身为我温家人，你整天围着男人要死要活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上家法！”几个保镖拿出一条蜿蜒的木头，将温以堂围了起来。他怒骂道：“为了一个负心汉，毫无自爱之心，违背温家祖训！”啪！一边下去，温以堂的衣服瞬间破开，跪倒在地。他继续斥责道：“结婚10年，出轨逼走我上好女婿，丢尽温家的脸面，不知廉耻！”又是一边，温以堂双手撑在地上，感受着背部火辣辣的疼痛，满脸遍布泪痕。温阳大叫着过来，恶狠狠地看着温父：“不准你打我妈妈！”温以堂的父亲咬牙道：“好好看着自己生出这群不孝子孙。”他指着温阳说道：“那这一边就给你松松皮。”温阳惨叫连连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一旁的温母心疼不已，连忙上前阻止道：“够了，不要打了。”温以堂的父亲忽然反手给了一巴掌，吼道：“你这败家的女人，还有脸来找我？温以堂要死要活，你就让他去死好了，看看这家里都被你给惯成啥样了。”温母泪流满面：“我这也是为了女儿好啊。”温以堂的父亲怒斥道：“你为了她好，就可以随意主宰别人的一生吗？是不是掌权太久了，真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？”温父冷声道：“今天要不是我及时赶来，温家都得葬在你手里。”3人被骂得狗血淋头，眼睛都快哭肿了。温以堂身患病痛，回忆起温父的话，自己竟扇了自己2巴掌。“老爷，风波已经妥善处理了，人也抓到了。”这时，一名手下进来汇报，还把钟离光带了进来。他蓬头垢面，脸色惊恐到了极点，哀求道：“温老爷，求求你放我一马吧。”温府问道：“一切的源头都是你，这帮丧家之犬在作怪。”温府声音瞬间冷了下来，说：“断了一只手，还敢造次？那我就让你彻底消停。”入秋后的雨总是连绵不绝，我拿到收益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冒着雨来到福利院。院长看见我们到来，满脸愁容瞬间化为惊喜：“丽江叔，你们来了！我从去年就盼着你们回来，今天总算是让我见上一面了。”我说：“奶奶，这几天忙着演唱会的事，没来得及看你。”我拉着甜甜的手说道：“我这次打算给福利院再捐200万，这些都是我个人挣的钱，另外还想找你咨询一下收养的事情。”院长听闻有些惊讶，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想收养甜甜吗？”我不想看她再漂泊流浪。院长点点头：“收养也好。”院长用手抚摸着甜甜乖巧的脸蛋，叹息道：“只是可惜你是成年男性，没办法单独收养孩子，按照规格，你必须有妻子才能收养他，上哪去娶一个妻子？”我呆呆地看向甜甜，然而下一秒身后却传来声音：“娶我呗！”苏可成笑嘻嘻地凑过来，我赶忙说道：“别闹，这是怎么行？”即便我拼命拒绝，可院长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想法。苏可成这姑娘，我早就有所耳闻，虽然同样是大家闺秀，可没有一点架子，还帮过我不少忙。这样好的女孩子和丽江叔正合适。院长笑着打趣道，2张脸都快贴在一起了。他问道：“奶奶，您看怎么样？”院长回道：“很好，你俩还真有点夫妻相。甜甜也觉得你们好有夫妻相。”听着甜甜稚嫩而认真的声音，我们都笑了起来。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：“奶奶，那这事还是以后再说吧。”苏可成拧了一下我的胳膊，抱怨道：“丽江叔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”苏可成气鼓鼓的说道：“我长得不比温以堂差，都能跟他凑合10年。”就是院长也附和道：“你小子是生来不会享福吗？这么好的闺女，提着灯笼都难找来，
还有甜甜这么懂事的孩子，你再不领养就被别人抱走了。听到这番话，我终于不再疑惑，似乎感觉到一束幼苗钻破了土壤，生机勃勃地萌发了。那是我早已死去的心。既然苏可成如此信任自己，那我也不该再逃避下去了，唯有变得更优秀，才能承接住这份爱。转眼到了2天后，我和苏可成办好手续回家，煮了一顿火锅。我们一家3口围坐在桌上，气氛无比温馨。甜甜一脸期待地说道：“爸爸妈妈，等过完年，你们就挑一个日子结婚好不好？”我笑道：“你这小嘴叫得可真快。”苏可成第一次被叫妈妈，还有些害羞。这时，敲门声突然传来，我开门一看，发现竟是温以堂和温阳。别关门，我们不是来骚扰你的。温以堂脸色憔悴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：“我已经没有家了，被彻底逐出川城了，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了。”我回答：“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他说：“还有，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。”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家，内心被复杂的情绪占满。这些原本属于他的，可现在一切都晚了。温阳说道：“爸爸，能最后帮我一次？”犹豫片刻，最后还是抱了抱他，毕竟还是自己的亲骨肉，我又怎么好让儿子带着遗憾度过一生呢？顷刻，母子2人潸然泪下，纵然心里有万般不舍，但温以堂怕影响别人家的氛围，强忍着痛苦拽走儿子，说道：“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”我说：“好，也祝你们余生幸福。”我看着2人消失在小雨中，心里也彻底释怀了。事情总归是要结束的，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也获得了崭新的人设，10年的回忆，但愿能在岁月的痕迹中慢慢被淡化。